更何况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0年前，未成年人之间无法构成犯罪，而民法、未成年人保护法都讲求证据和时效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件事情对肖楠楠造成的后果并没有体现在实体上，人格和精神上的损伤，我觉得用诉讼去衡量是很困难的。哎呀，我还真就不信了，一种集体的恶，法律居然拿他没办法。法不责众嘛，我觉得很难。哎，你呢？我觉得秋华说的有道理，咱先看吧，看看这肖楠楠今天是什么诉求，他是想上庭啊，还是想怎么着？问清楚再说。嗯，秋华说的有道理，这件事儿我知道，不用你说啊。我说错什么了？好像都说错了吧？他问我的嘛。肖女士、杨先生，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今天来的真正诉求，是否是想让当年这些伤害你的人得到法律上应有的惩罚？不，没有，我没有想过要惩罚他们。那您来找我们的意思是？是他建议我寻求法律的帮助，要他们一个道歉。对，是我的意思。他们当年那么残忍地对待过楠楠，把楠楠永远地改变了。哪怕他们不受到法律的惩罚，对楠楠说声对不起，也是应该的吧？我觉得楠楠如果得到他们的道歉，或许会从当年的阴影里慢慢地走出来。就一个道歉也太便宜他们了。其实对于校园霸凌呢，确实是对青少年的危害非常非常大，但是该如何惩治校园霸凌，又确实是社会的一大难题，也不能全由法律来规范。其实从今天的对话来看，我们也感觉到您现在事业发展得很不错，也有了自己的新生活，但当年的这些事儿确实是让您的心里面种了一个很大的心结。我现在呢是想跟您再确认一下，您其实只是希望得到他们一个真诚的道歉，让您从当年的这个阴影里面走出来，比让他们得到法律上面的惩罚更重要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罗律师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夏叔，你那边的那个案子进行怎么样了？我处理的差不多了，我有时间的。罗律师啊，你的意思是想让夏律师负责这件事儿是吗？陈律师，我们先把所里这案子说一下，好吧？你稍等。那肖女士，我们愿意在法律上给您提供帮助，不过我们之间还要签一份协议。您的这个案子由夏叔夏律师来做主导，我跟邱华邱律师我们都会做一些辅助的工作的。首先要在您这个案子上做一个调查取证，拿到当年他们霸凌您的证据，然后我们再看下一步该怎么办，好不好？夏叔，你再跟他们谈谈关于协议的事。那二位跟我来这边吧。夏叔，我去帮你拿一下协议吧。啊，谢谢。说吧，陈律师，什么事儿？出来聊两句。什么事儿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案子你不经手啊？不说了夏叔吗？夏叔什么工作能力你又不是不清楚，你让他跟，不靠谱啊。所以我说让秋华帮忙嘛，怎么我说话你都不认真听呢？我听清楚了，但是我给你介绍案子，你让我跟别人打配合。咱俩呗，又熟，好沟通，对吧？咱俩？对呀。你忘了？我忘什么了？学长那边的案子，那样我们锁的，你给盯着呀。放心吧，你这边有什么需要帮衬的，我随时上啊。啊。
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方瑞，撤，拿着我衣服啊。走了，秋绿、夏绿，拜拜，来，已经办了3万，千万别泄气，这女孩太好追就没意思了，对不对？助理多好，你现在这个阶段，比你们这样你越急，多了是吗？你越不急，我跟你说，哎，陈律师，哎呦我陈大律师，我总算盼到您了。怎么了，韩律师？您还记得你有一个案子吗？我手上哪止一个案子？你说的哪个呀？哎呦，贵人多忘事儿，我给您提醒一下哈，名山。昨天明海的上诉期到期了是吧？对，哎，我忘问了，我现在我给法官。不用，这种小事儿我来做就行了，我已经打过了，明海没上诉，那就证明判决结果生效了嘛，生效马上可以进入执行程序了。对他来说好事儿啊。哎呀，别高兴太早啊，这种好事儿，明山不是应该比你更积极吗？对啊，哎，明山跟你联系过吗？没联系过。明山为什么不跟你联系？想过吗？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说的有点道理啊。那去趟名山吧，咱一起。啊，别，我这刚跑回来，水还没喝一口呢。懂了，你已经立功了，韩律，好吧，我自己去就行。方瑞，哎，我们出发了，走了。走了啊，韩律。好嘞，拜。这么重要的事儿，我能给忘了？师傅，哎呀，韩律，哎，师傅你等等我。你是说明山一直没过问？是啊，胜诉以后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。老韩，这种情况不胜诉，明山急，别人不急；一胜诉，明山不急，别人都急。你可得注意啊！放心吧，他们那点小把戏哪能瞒得住我呢？我注意着呢。你注意谁了？相关利益各方我全注意了。我布置了不止一个眼线，好几个呢。但凡他们那边有个风吹草动，我立刻就能知道。不是，你要特别注意你的搭档陈硕。你是说，陈硕有可能卖身投靠，出卖所里的利益吗？不是，我是怕他财迷心窍，该圆通的地方不圆通，只顾着看自己的利益了，反而给所里带来更大的损失，明白吗？放心，看着他油滑，在我面前他就是个弟弟。但是有件事儿我得说道，这个案子全凭我在那儿盯着呢，这代理费才分我20%，咱们所里像我这样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律师，你能找出第二个吗？哎呦，得了吧，老韩啊，别在这儿占了便宜还卖乖好吗？您不就是长了个眼吗？啊，这个案子不是人家陈硕自己打的。还20不少了。新来的总是香的。哎呦，老帮菜再出力也不讨好。哎，说，我打听个事儿啊。这个明海不上诉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哎呦，孙总，等您半天了。哎呦，二位，抱歉，我今天呢1天的会，我现在还得赶场。汇报一下情况啊。哦，跟法院这边确认过了，明海呢没上诉，判决已经生效了，咱们这边是不是可以进入执行了？我一切听您的。
那么考虑到对方的背景呢，还有他的这企业特点，除了已经查封了他们的银行账户之外呢，我想再查一下他们主营业务以外的资产，所以财产信息上报给法院，你觉得呢？我呀，一切都拜托二位，拜托了啊！抱歉，我得赶紧赶紧走。哎，抱歉。哎，随时电话联系。好嘞。哎，走。哎，师傅，这是他的事儿，自个儿一点不上心啊。老狗学不会新把戏，一定是背着自己的律师耍花样了。哎，老薛啊，给我查点事儿呗。师傅，我有个同学啊，现在在德仁所当律师，他们所刚刚接的那个明海的案子，所以需要的话，我也可以跟他们打听，看看明海跟明山近期有没有什么接触。不可能说的，人家代理的明海，不是他代理的，是他所里另外一个律师代理的。他那功夫一直被人打压着呢。这么说的话，可以问一下啊。行。同学之间因为互相看不顺眼、寻衅滋事、互殴、辱骂等行为可能会触犯的法律有：刑法第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罪，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，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罪。行了，别背了，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刑法规制的范畴。还有呢，刑法第246条侮辱罪。第293条寻衅滋事罪，你觉得够得上吗？我觉得够得上，但法官不一定这么觉得。对了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，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、管理、保护义务的学校、幼儿园相关教育机构，若未尽到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，致使未成年人受到人身损害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哎，我们可以依据这个去找肖楠楠当年的那个高中啊。那你怎么证明肖楠楠受到过人身伤害呢？我就不信了，我再找找。别找了，有这个功夫，咱们还不如去跟肖楠楠谈谈呢。谈什么呀？放弃呀？为什么呀？很多人从小就受欺负，生存环境很恶劣。那不是照样活得好好的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，肖楠楠就应当承受这一切？我可没这么说啊。我不过是经历的比他多，我知道很多事情根本就没有办法。借助于法律，还不如求助自己。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，就不能那么玻璃心。你觉得肖楠楠玻璃心？我觉得有点。我从小到大比他经历的多多了。我现在一样好好的活着。秋姐，你说这话我可没办法赞同。就是因为跟你想法一样的人太多了，所以大家才对社会上的弥漫的恶视而不见，让那些坏人、坏孩子肆无忌惮。可是你管你能怎么管？刑法、民法、未成年人保护法、治安管理处罚法，你刚才不都查了吗？那就算没办法让他受到法律上的制裁，那总得让他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啊！让他当面向受害者道歉，让受害者得到精神上的抚慰，难道不应该吗？应该，只怕是很难做得到。那我倒要试试。你先吃饭吧。哎，师傅你好，请问魏桂英在里面吗？那不里面正喊着呢吗？他这怎么了？我们这地方啊太小，不够用，他要去贷款把旁边的地方也给租下来了。没想到呀，上当受骗了。他把钱给了骗子，原来那地方是人家的。啊？怎么还有这种事儿啊？哎呀，挣点钱都不容易呀。行，谢谢您啊。没事。您好，请问魏桂英在吗？什么事儿啊？您是魏桂英？对啊。魏女士您好，我叫夏舒，是英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。我这次来找您呢，是因为我们所接受了肖楠楠女士的委托，为她曾经遭受过校园霸凌事件提供法律帮助。您和肖楠楠是高中同学吧？肖楠楠，
那个好女，我必须要提醒您，您现在还对她使用侮辱性的称呼。您当年的行为对肖楠楠女士造成了极大的伤害，她到现在还被这件事情困扰，所以肖楠楠希望您能为当年的行为对她做出正式道歉。你有病吧？还道歉？谁他妈跟我们道歉呢？还抚慰她的心灵，谁抚慰我呀？我们不就是给她取个外号，开几句玩笑，啊，这就成伤害了？你个小姑娘，年纪轻轻的，你懂什么叫伤害吗？我告诉你，什么叫伤害？我今年都换了3份工作了。无论我如何努力，老板就是看不上我。我大学毕业到现在，连工作都找不着，我所有的爹俩都放在这儿了，我被人骗了，谁他妈跟我赔礼道歉呢？我今天被辞了，明天我工作我都不知道去哪儿找，我房租我没钱交，我吃饭睡觉我没着落，有人跟我道歉了吗？你律师是吧？你怎么不替我这种人伸张正义呢？你还伤害，说几句伤害了，那我们这人不得死去？滚！不可理喻，道歉没门儿。你好，肖楠楠，哎，请坐，请坐。啊，我点了水果茶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你啊，邱律师。不客气。今天请你过来，就是想随便跟你聊聊。我们夏舒律师根据你提供的名单，找到了几个人。但是结果你应该也能想象得到。那我就跟你直说了。他们是觉得当年年龄比较小，不过是随口跟你开了几句玩笑，而且你家里条件又比他们好，他们做事情难免对你有些敌意，在那个年龄阶段有那样的心理动机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邱律师，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些事情构不成对我的伤害？这一切都是我过于敏感，不是生非，是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他们当年对你做的这一切当然是不对的。我想表达的意思是，有的时候生活就是很残酷。你要是想活下去，就得把自己的心脏变成一张粗筛，把那些细小的东西都筛掉。你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强大。只有你变强大了，别人才不会伤害到你。那还要律师干嘛？还要法律干嘛呀？他们已经从你们那儿得到了我的联系方式，现在又打电话骂我是好女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找你们，我就该自己受着。该交的钱我都交了，咱们终止协议吧。夏舒，肖楠楠要终止协议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不知道？你去找肖楠楠的高中同学的时候，是不是把她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们了？我是告诉了其中一个人，但是他说他要向肖楠楠道歉，我才给他的。我一猜就是你，你这智商又倒回去了啊！他们哪是要跟肖楠楠道歉呀？他分明就是要套肖楠楠的联系方式，然后传播给其他同学。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打电话骂肖楠楠了。这人怎么这么坏呀？那怎么办呀？能怎么办？
终止就终止呗。反正这个案子咱们确实也做不了什么，终止协议对于肖楠楠来说，没准也是好事儿。那不行，就这么放弃了？我再给他打电话劝劝他。等英子回来商量商量，不行我们把钱就退给人家吧。啊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喂，郝总，怎么了？夏叔，马总跟杨总这边的情况，我想跟你对一下，你有空吗？我现在有个案子比较麻烦，暂时走不开，要不你晚上过来找我吧。是这样啊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哎呀，谢谢兄弟了，哥欠你的，哥心里有数，啊，咱们来日方长，那就先这样。哎，好的好的，再见啊。真的假的呀？两家早勾搭到一起，明海把明山钱还了？那没有，只是走得很近。昨天司明山还去了明海集团，而且这个明海的老总亲自下楼去迎接，俩人谈笑风生。聊什么？那谁知道？我这小兄弟就是明海集团里边一个部门主管，他只知道明山去人了啊，聊什么，干了些什么，这个协议达成之前他不可能知道。律师在前面冲锋陷阵，当事人把律师给卖了，图什么呢？就图赖那点律师费啊？您一个人律师费800多万，你管那叫点儿啊？啊，是不是？那两家什么时候开始联系上？就你们一审胜诉之后。哎，其实啊，按理说呢，这个明海集团的老总，人家是正处级干的，他怎么能看得上一个民企老板？就是你们这一审啊，这做的太扎实了，证据收集的太全面了。他们知道，即便是这案子到了2审也得败诉，所以说是演了这么一出戏。这明山的孙明山又不傻呀，他知道明海怕什么。那所以嘛，不论是明海的态度怎么变，明山的核心诉求不会变的，他就是要让明海还钱，就是这意思。背着我跟明海见面，真有你。哎，孙总啊，哎，你好，我陈硕啊。关于明海的情况，我找的公司查的已经差不多了，说他们是在平陵买了一块地，内部情况呢说是要盖个宿舍，但具体什么用途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呢，这块地啊，目前还没有被封，其财产价值足以覆盖大部分的债权。您看这情况，我们要不要尽快提供给法院啊？还真找着了。哎，提供啊，这些人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他们不主动的执行判决，咱们就申请执行。哎，那就提供给法院了啊！还有一点，孙总，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咱们之前的代理协议里边有说过，我们双方呢需要建立一个共管账户，去收取给付款，还有就是执行款。那现在马上要执行了，您看您这边方不方便派一个人跟我对接一下这个事儿啊？可以呀，你说什么时候？那越快越好啊！不，明天成不成？行，明天我就派人过去啊。那您先忙啊，我等您的人。你对我不义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如人。孙总啊，咱们正在跟明海谈判呢，这个时候提执行好吗？那有什么不好啊？哎，咱们跟他们谈判，他们那边是一拖再拖的，不就是不想还钱吗？咱们呢，趁着还没谈成，抓紧执行，能执行回来多少就执行多少。咱们执行的越多，谈判的时候筹码就大。哎，那个陈律师知道谈判这个事儿吗？哎，这可不能让他知道。哦，对了，告诉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，严格保密，
绝对不能让陈律师听到任何风声。哎，金，好嘞，找我。哎呦，我可把你盼回来了。坐坐坐坐坐坐坐，这门也关上。不，这么严肃，这怎么了？怎么了啊？我得到了个确切消息，明山跟明海在谈判。这有点不地道了。我早就猜到了。一遇到这种时候，当事人出卖自己的律师，那就成了铁律了。但也有点奇怪，你现在说他们在谈判，那我刚刚在车上给孙明山打电话了，他还催我呢，说你赶快去办执行的事儿啊。办执行？对，孙明山说的。这就说明他们谈判没成功。那没成功怎么了？没成功，再利用律师一把，逼着那边执行，然后明山谈判的时候，他就有更大的筹码，是不是？我就没想到这一层。这样，潘律师，我得叫您师傅呀，受徒弟一拜，好不好？你看这，行，你太厉害了，这，拿到钱了再拍马屁。那行，那咱就现在抓紧执行这件事。别贪多啊，执行一笔咱提一笔，然后呢，咱马上去找明山谈判，咱及时止损，知道吗？行，我知道了。我跟孙明山说了，赶快把共管账户这事儿给建了。明天呢，他就派人来，我们一起去银行。建共管账户，那他们要是不同意，咱们提不出钱，那咱不是白干了？你得看这账户是谁去建，然后用什么方法建。陈叔，不能这么干。不怎么干了？风险太大，容易被人抓住。韩律师，你这操心了。我陈硕呢是律师，违法的事儿我肯定不干。还有啊，只要他们履行协议，这共管账户那就只是一账户。哎，兄弟，你听我说一句啊，你听说过哪个律师打了个一审就能挣个1800万的吗？打一开始我就知道，明山的这个标他就是个噱头，他就是引着律师上钩的。兄弟啊，咱现在降一降。咱就只要个100万，这事儿还好商量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能赚800万，但我只要100万。要不说你年轻呢，老话说得好啊，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，挣到手的那才是钱，挣不到手的那就是纸上个数字。韩律师，这件事呢，我就按协议办事儿，我只要我该得的。如果你担心的话呢，你可以把这事儿上报到所里边，你看看所里边怎么说，行吗？我上报干什么呀？不，你能多挣，我也能多分，是不是？我那不就结了吗，老哥？啊，不用担心，我这边有任何进展，我第一时间跟你说，行不行？行了，哎，好了。肖女士，您的手机关机，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向您道歉。您的电话我不是有意泄露出去的，确实是我处理的太草率了，不怪邱律师，实在是对不起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这儿咖啡不错呀。哎，说正事儿。我大伯小叔，基本上是把马总跟杨总他们搞定了。这么快？那兰姐呢？还是联系不上？兰姐她就在国内，但是我去她家找她，她也不见我。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哎，我怎么知道哎？我再想想吧。郝磊，我问你个问题：就算你当不了董事长，你也是大股东，你又不缺钱，为什么非要跟你大伯小叔争呢？你们当律师，接一些普通的案子也能挣钱，你何必要债钻到别人车轮子底下啊？半夜跟当事人道歉，你图什么呀？这叫成就感，你懂不懂啊？成就感，
是你钻车轮子底下有成就感呀，还是跟流氓债主斗智斗勇有成就感？怎么没有啦？我觉得我自己挺厉害。我以前好像什么都有，但其实两手空空的。我现在什么都没了，但我非要抓住点什么。你不也一样吗？所以我就说嘛，咱俩其实挺像的。哎，行了，就知道套近乎。忽悠我给你工作呢。说正事儿，你现在只能靠兰姐了，怎么办吧？喜欢成就感，你觉得？我交给你了。嘿，好好，我欠你的。师傅，名山集团董小姐，这是我师傅。陈律师。哎，董瑶，叫我小董就行。不，还是叫董小姐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还特地让你跑一趟。哦，没关系。啊，身份证、授权书都带了。啊，都带了。行，师傅，跑腿这种小事交给我。小事？名山集团哪有小事啊？名山集团的事都是最重要的，必须我亲自出马啊！银行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，过去占用不了你多长时间，咱就能办完，好吧？好。来，您先。哎，我给你拿车，不用，好好工作，少偷懒。董小姐，这几份呢，就是咱们双方建立共管账户需要签的协议，我们量身所已经盖好章了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的话，你们把名山的章一盖，咱就交给银行就好了。好，那陈律师我看一下。哎。董小姐，我今天见您嘛，我觉得眼熟啊。我呢之前是跟孙总还有孙太太吃过一次饭，当时孙太太呢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。我今天见你呢，我就是觉得这眉宇间的神韵啊、气质啊，包括谈吐什么都有点像。您说的那是我姐。孙总太太是你姐？是啊。表姐亲姐？亲的。你说难怪了呢，你说。哎，我当时我还想呢，我说这孙总这是怎么积来的福分啊，娶到这么好的老婆。哎，今天一见你，我知道我有点孤陋寡闻了。哎呦，您可别开玩笑了，我哪能跟我姐比啊？我姐找了我姐夫啊，这辈子都不用愁了。这哪像我啊，30多岁了，还在给我姐夫打工呢。您千万别这么说，您这优秀着呢。协议是不是没什么问题啊？没什么问题，我盖个章。好。哎，对了，陈律师，哎，那你是什么时候见的我姐啊？那会儿我应该已经进公司了。具体什么时候？我想想，不久前，对，当时你姐还提了一下，说她有个妹妹。哦，是吗？我当时就想，我说这姐姐优雅、知性、大方，而且高挑，好看。我说那妹妹得什么样啊？是不是？哎呦，您太逗了，还妹妹什么样？贾宝玉似的。啊，还有2份。好。我算是知道我姐夫为什么愿意跟您合作了。我这就是业务能力一般，嘴甜。陈律师，你好，来，你好。我今天来呢，刚才在电话里说了，就是办理一些共管账户的业务。这个就是名山的财务董小姐。您好。那你们2位跟我来吧。可以啊，这位请。董女士您先。小赵，哎，马经理，陈律师他们律所在咱们这开个户。好的，请坐。授权书和身份证都带了吗？有啊，授权书、身份证来，协议都给您，很快的。对一下，谢谢。来，2个优盾啊，你一个，我一个，对，到时候改下密码就可以了。好啊，我叫个车。我送你，叫什么车？我开车停着呢，在那儿。走了。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。跟我还客气什么？这就是我们申请执行的材料，刘法官。你们都调查清楚了吧？这些房产和土地完全属于明海，没有合作开发或者其他权属问题吧？没有，我们查清楚了，您放心。我们研究一下，尽快进入程序。好的，您受累，刘法官啊，别麻烦，再见。这一天还真够忙的，800万。
买东西可行。我跟方丽红说一下。进来。好嘞。哎，沈律师，有事儿？不打扰你了。不打扰，不打扰。我就汇报一下明山的案子的一些进展。坐。好。现在呢，一审胜诉了。对方也没上诉，一审判决结果已经生效了。哟，那得恭喜你啊！这是在咱们所和您的大力支持之下，我才能取得这样的成绩。我谢谢所里边。陈叔啊，对方不上诉，不见得是件好事。也许转移了一个战场。什么意思啊？现在啊，有很多的当事人，他们不习惯于用法律来解决问题，都习惯于用权力来运作。他们不上诉，不代表他们就复判了。也许人家换了一个玩法，比如说私下里用其他的手段来和我们的当事人勾兑。方律师，好像还真像你说的这样。胜诉之后呢，我就找人查了一下，这两家老死不相往来的企业啊，突然变得一家亲了啊，没事就私底下接触，就像你说的勾兑吧。但关键是呢，这孙明山跟我只字未提。我看样子你都想到前面了，姜还是老的辣，方律。现在啊，的太多人都缺乏这种契约意识，打官司的时候找律师，把律师当枪使。一旦事情有了转机呢，人家就会踩着律师往上爬，最后结果就是一脚给律师踹地。那照你这么说，是不是我们现在担心的这种情况已经出现在这案子里边了？那怎么办啊，方律？我没这方面经验，你肯定是比我知道的多，怎么办？明山对你只字未提，就一直瞒着你呗。对，昨天跟他们通电话，只字未提。那执行呢？他们还执行吗？催我来啊，让我快点儿。我今天去了趟法院，提交了申请。这样的话，那就说明他们双方还没有勾兑好，目前他们还是需要律师的。既然人家没有挑破，我觉得你不妨也不要说破。抓紧时间督促一下法院，赶紧执行。但是有一条特别重要啊，执行回来的钱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哎，我记得签合同的时候是不是要建一个什么共管账户来着？是吧？对，建好了。今天跟他们明山的会计一起去银行开好了，已经开好了，那就不好办了。怎么了？共管账户如果没有对方的允许，这钱我们还动不了。能动。能动。能动。我今天呢，把双方的建立共管账户的这协议呢提交给银行，提交的这协议是正式的，也就是说真的。这明山的财会呢，拿着章咔咔咔咔就都敲上了。只不过我提交的时候交了2份，这2份是我们粮政所的权限更大，只要我们想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撤销他们的权限。哦，我做错了吧？是不是方律？没有，陈叔，你留这一手特别好。哎呦，你这吓死我！你刚才那么看着我，我以为我做错了。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汇报完毕，那我去忙了。那行，打扰了，方律啊。谢，方律，哎，陈叔，哎，看看，气色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怎么了？上次你说这万和案需要人嘛，说我气色不好，让我养养，我现在养好了。而且你看这明山这事儿呢，一审也胜诉了，我现在闲着没事，我可以加入万和案了。虽然明山案胜诉了，但还没有执行呢。执行的事儿没事儿吧？我刚刚跟这个方律师商量完，没有什么事儿了。现在万和是关键。那我觉得啊，这万和案跟我之前看过的一个案子特别的像，筑城案。
所以呢，你就让我加入呗，我肯定能帮上大忙。陈叔，你但凡早一天跟我提，我都能让你加3儿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团队已经满员了，案子大，利益大，加你一个人就会少分1份钱。你呢，站我角度替我想一想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和其他的合伙人交代。嗨，你放心吧，陶律，我肯定不会让你为难的。我就是想为咱所里边尽一份我自己的绵薄之力。我太了解你了，陈叔，你是想多挣1份钱，一个明山案就可以了啊，差不多得了。你被看出来了，还是陶律师你了解我。那行吧，反正你这有任何需要的话，随时呼唤我，好吧？没问题啊，我先走。那我去。师傅，你小子怎么回事？不好好在这备考上你俩跟明山真的在谈判，我还打听到后边还有政府在协调，这不要坑咱们吗？这2天跑这事儿呢？对呀，师傅，咱怎么办？我自己看着办吧。我出去一趟。你去哪儿啊？谢谢。备考。雨怎么迷上了眼睛？等待一束风来把它唤醒，肩上的太阳和雨水的重量